今天介绍一部经典的香港恐怖片《重鬼》。午夜时分的坟地阴森恐怖，男人却毫不顾忌地挖着千年坟墓。没想到正好被当地村民发现，男人放下凶器，慌张逃跑，却与迎面急速而来的出租车亲密接触。村民见状，直接原路返回，司机强哥急忙下车查看，可车轮下却并没有什么异常，便转身开车离去。可车子没开多远，就听到一阵尖笑。原来被撞男人是一个巫师，刚才的一切都是巫师施障眼法的脱身计谋，并表示撞破巫术很不吉利，运气好大病一场，运气不好就是家破人亡。强哥感觉很是邪乎，根本没有放在心上，把巫师送到住所后就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强哥送妻子小美到赌场上班，而家有娇妻的阿明看到小美后花心泛滥，再次返回赌场畅玩，还把赢的钱全部送给了小美。小美没有理会，拿钱给丈夫买了衣服和鞋子。阿明见送钱没有奏效，便用金项链俘获芳心。小美也慢慢的被这样出手阔绰的公子哥所吸引，开始了交往甚密的私生活，对家中的强哥也变得越来越冷淡。一天午夜，小美在车上向阿明提出结婚的请求，本以为自己会如愿，没想到竟是个笑话，被当成了玩物消遣。小美赌气下了车，阿明没有继续纠缠，直接开车回家。小美则来到电话厅，让强哥来清水亭接人。就在小美等强哥的时候，却偶遇两个小青年图谋不轨，无奈被逼到了一座废弃小楼里藏身，但还是没能逃出魔掌，被两人一番蹂躏后，不幸坠楼身亡。另一边的强哥收到留言后，第一时间来到清水亭，却并没有见到妻子小美，而后就收到电台留言，要他去一东楼接人。强哥毫不犹豫地来到了一东楼，正好看到一辆跑车迎面驶来。强哥若有所思地多瞅了两眼，但是来到废弃楼依然没有见到小美的身影，便打回服务中心询问，可服务中心却表示并没有让他去一东楼。强哥感觉被人玩弄，气冲冲地上了车，打算返回清水亭。可刚掉头，轮胎就意外被扎，正准备换轮胎时，备胎就好像有了生命力一样，开始诡异的自动前进，而后又在墙角处停下。强哥来到墙角，正准备拿备胎时，正好滴滴鲜血从天而降，抬头一看，竟是自己的爱妻。悲痛欲绝的强哥火速来到警局报案。经过一番勘查后，从案发现场找到了一张阿明的照片，随后警员就把阿明带到警局协助调查。盘问后发现阿明的说辞并没有可疑之处。与此同时，强哥突然想起那晚看到了红色跑车，警方根据车牌号及时抓住了两个小青年，可是软磨硬泡后却一无所获，两人对此概不承认，还托关系从警局保释了出来。为了斩草除根，两人决定干掉强哥，以绝后患。这天晚上，强哥刚下车回家，就被埋伏已久的俩青年突然偷袭，结果两人根本不是壮汉强哥的对手，一顿拳打脚踢后变成了鼻青脸肿的二级重伤。来到警局后，强哥由主动变被动，由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，在警察眼中他就是妥妥的挑衅闹事。强哥对最近接二连三的怪事感觉很是邪门，突然脑海闪现出巫师的话，撞破巫术运气不好就会家破人亡，然后就连夜来到巫师家要为妻子报仇。巫师淡定地表示这一切皆是命中注定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强哥听后一脸杀气，认为这一切都是阿明造成的，那两个小青年肯定就是阿明请来的杀手，然后就来到阿明家门口等待时机。两人身手敏捷地在巷口卖弄着武艺，互不相让，招招致命。最终强哥被街头重物砸中腹部，阿明趁机抡起棒球棍打断了强哥的小腿。阿明扬长而去，强哥则一瘸一拐地来到巫师家，希望对方用巫术帮自己报仇。巫师告诫强哥，这都是天意，认命即可，如果总想报仇就会驾鹤西游，你不懂巫术，如果不成功就会白搭性命。而此时的强哥心中充满怨恨，一心只想报仇雪恨，就算搭上性命也心甘情愿，还威胁巫师如果不帮就报警，告他盗墓偷死人骨头。巫师见状无奈答应了下来，并选用了最深奥的重鬼巫术，召唤小美的灵魂去找害过他的人，完成强哥的报仇执念。巫师先把强哥用麻布包裹好，盖上芭蕉叶，得到强哥的形体后，再来到小美的墓地。巫师开始施法念咒语，伴随着浓烟笼罩，只见棺盖骤起，巫师则把写着符咒的布扔到了棺材里，而此刻小美的尸体也就被隔空传送到了家中的麻布里。回到巫师的住所后，巫师让强哥闭上眼后，把手放在那个麻布上，
自己则开始拿着骷髅头念咒语，麻布上瞬间紫烟四起。没多久，强哥就被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炸飞。果然，小美的黑干尸出现在眼前。只要再用椰子油擦拭干尸，所有害过小美的人都会得到报应。此时，强哥的手已开始出现沙化，巫师继续施咒，强哥则不停地擦拭干尸，慢慢干尸有了反应。与此同时，小青年保罗则开始不停地呕吐虫子，小青年彼得则兴奋地吃着脑花，喝着血浆。阿明这边在倒酒时也看到了复活的小美人头。经过这一番初步恐吓后，巫师又对着液体开始施法念咒，液体就像沸水般不断增长膨胀，然后彼得家就开始有了反应，锅碗瓢盆不断的向外冒水，就连马桶和热水器也是如此。伴随着热水器的爆炸，屋内乌烟瘴气，臭气熏天。彼得被眼前的一切直接吓晕。后来巫师又让强哥去亲吻爱妻的干尸，就在嘴唇接触的瞬间，干尸睁开眼，露出了恐怖的黄绿眼。强哥手上的沙化现象也愈加严重。此时明哥的妻子明嫂也为小美鬼魂附身，睁开黄绿色的眼后，拿着木棍猛戳明哥。当看到妻子的眼球后，明哥猜测可能是中邪，便请来法师来驱邪。法师摆弄了一会儿，用桃木剑压制了妻子身上的邪气，怀疑是黑色巫术在作祟，只要和师兄合作就能驱邪成功。另一边的2个小青年也找到巫婆请求驱邪，由于女鬼干尸法力高深，一阵电闪雷鸣后阴风四起，巫婆直接被附身，用小美的声音说道：“这就是巫术的力量，我儿子会替我报仇的。”这天晚上，保罗的姐姐被小美鬼魂附身，来到了保罗的房间，对他一番诱惑。保罗被逼到了楼顶，临死前体验了一把高空坠楼的刺激。而正在享受鱼水之欢的彼得，背部突然鼓起大包，只见大包炸开，鲜血四溅。在爱情女神小美鬼魂的带领下，彼得来到了巫师的住所，一头栽倒在干尸身上。经过巫师的一番神操作，干尸已成功怀孕。巫师表示，鬼胎出生后就可替强哥报仇，需要强哥用精血养育，用灵魂指挥。两人的如意算盘已经打好，但明哥这边已开始先发制人。道行高深的师兄弟强强联手，将明嫂身上的邪气用八卦镜反射到了干尸身上。巫师见干尸身上有脓水流出，急忙喷出火焰对付对方，然后又念咒驱动风车，做法现场立马阴风大作。大师兄见小徒弟们都悬在了半空，咬破手指，用血水写下致命符咒。而被巫术反噬黑化的巫师也使出了杀手锏，手持白骨相互摩擦，对方则是接连不断的火花炸弹。最终巫师被自己扔出的火球经法师反弹后，将自己炸得粉身碎骨。明嫂这边驱邪成功，还顺利的怀上了宝宝，明哥更是高兴到合不拢嘴。此时的强哥按照巫师的话，开始用自己的鲜血喂食鬼胎。渐渐的，干尸的肚皮越来越大，晶莹剔透，一闪一闪的发生着变化。而强哥身上的沙化现象也扩散至全身，精血也已经被吸干，最后气绝身亡。此时明嫂这边疼痛难忍，就在医生检查时，明嫂的肚皮突然炸裂，鲜血喷涌而出，随即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飞到了医生脸上，这应该就是那个鬼胎了。看到此情此景的众人大惊失色，不知所措。虽然医生脸上的怪物被拽了下来，但他的脸已经被严重腐蚀毁容。明嫂口吐鲜血，含冤死去，而那个鬼胎则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着，最后伸出长长的触角，开始寻找猎物。众人害怕的纷纷藏了起来。这时正好明哥赶到，鬼胎直接用触角缠住了他的脖子。就在明哥奄奄一息的关键时刻，用斧头砍断触角，重获自由。没想到怪胎嘴里突然长出一个鬼头，猛地爬到明哥脸上，狠狠咬了一口后又缩了回去。明哥直接拿起猎枪对着鬼胎就是2枪。逃到门外后，还没来得及喘气，就被鬼胎的触角穿过门板刺透了心脏。而屋内的医生拿着猎枪打爆了鬼胎的脑袋。虽然屋内变得安静下来，但是鬼胎的眼却又慢慢的睁开。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到此为止。喜欢的话就长按点赞、关注并转发一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